他来到非洲，感受是中国人呐、黄皮肤的人来到这里啊，真的好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他要来非洲，家人的反应是我的爸爸骂说，我把我的儿子养那么大，就是要他赚钱来养我。那现在他去做这个什么工作？他们夫妇跟2个年幼的女儿，却在非洲做到人生最值得的一件事情。音乐、舞蹈是非洲人不可缺的生活情趣，也是他们表达的一种方式。这些非洲少数民族舞蹈的片段得来不易。Joseph 是一位母语多媒体制作人，他来自台湾，来到非洲乌干达已经2年多了。他的工作就是要去一些偏远的山区，将一些跟圣经有关的信息，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土语灌录成录音带和光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人他们是不识字的，他们是完全看不懂的。More than 50% illiterate. There are many adults who never will learn how to read. And so this print, this text, it won't reach them unless somebody reads it to them. But if we can give them a tape, and many people have, these little boom boxes, the tape players. That's going to reach people that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reach with print. 汤胜峰工作的圣经翻译和语言发展中心位于乌干达的 Entebbe， 多年来对非洲人的识字教育尽心尽力。由于许多非洲人没有足够的阅读能力，他们就想出用声音、音乐来跟这些本地人沟通。这个就是他们的民族音乐。Music i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 has the melodies which act like a glue. It makes the message stick. The melodies stick the message onto somebody's mind, and it can always be recovered or replayed. Some of our roads where you can Samuel 是中心里4个语言族群发展小组的其中一名翻译员，他负责的母语 Lugari 就与汤胜峰的多媒体制作有密切的关系。汤胜峰曾经多次到讲 Lugari 语言的村落进行录音，后来更加上影像拍摄。那这次我去纳鲁贝贝，就是当地的其中的一个诗班，除了会有自己做的民族音乐，他们还会放一些 drama 在里面。圣经里面就讲到有一个行奸淫的女人，他们就是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音乐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行奸淫的女人那么准备就是在谈价钱这样子然后这2人就是想用石头来丢她这样。那这是他们的传统的，他们部落的传统的舞蹈。那他们在村里面就是很热情。The language is part of culture, but music brings up more details of the culture. Expressions which are not written or able to be written, they are in the music, and the Mugwere sees himself in the mirror of this music. He sees himself portrayed there, and whatever is spoken is addressed to the Mugwere directly. The people are so much touched by this music. Joseph Tang, I know how dedicated he is. 这次结束之后，他们还送给我3个凤梨然后2个木瓜，1个南瓜，本来还要送给我鸡，但是因为我还要到另外地方，没办法把这个鸡带在身边太久，所以我就没有收下他们的鸡这样。汤胜峰的影音器材并不多，除了电脑之外，一部小型发电机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村里面他们是没有电的，所以一定要带发电机。每一次进村录音都会住在当地的小客栈、小旅店，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种公共卫浴都是很传统的，类似那种就是挖个坑这样子在那边上，然后洗澡都是几乎是露天的啦，就是它有隔起来，但是就没有屋顶。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有热水，但是呢，有一次我去村里面就是有热水的，可是呢，当我一开的时候就被电到了。要走访不同的山区村落，一部耐用的汽车也是很重要。最多次就是到东部的靠近姆巴里的一个大城，大概要花4-5个钟头到姆巴里。那因为这段路在修路，所以比较难走，所以避震器换了很多，就是常常就坏掉这样子。去年就是到阿鲁瓦，是到北部这个地方，开车到这个阿鲁瓦要9个钟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叛军在这里，所以通常会有军人在那边巡逻，比较需要注意点。He's been very willing to go to these very remote places using his own resources, his own car, his own money for fuel. 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从 Entebbe 到 Bundibugyo 就是靠近刚果，在这里要花7个钟头。那特别我们是从 Fort Portal 就是到一个大城，西部一个大城 Fort Portal 到 Bundibugyo 要经过大概5-6座山，那个路呢就是那种石头路就是很大的石头。那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电的小朋友甚至连电灯是什么都不晓得的。And these are not easy places to get to because the roads are very rough, they are dangerous, but when they take the message in the mother tongue, in their own language, you know, it's like the lights turn on for people because it's meaningful and they're finally understanding it. 出差的时间有几天到2个多星期都有。每次汤胜丰外出，太太刘淑贤 Doris 都默默地支持他。我觉得唯一支持他的就是当他要进村的时候在家庭方面他没办法完全的去照顾我就照顾家庭了。还有呢对他的工作来说，就是为他的工作去祷告，或是车子的情况或是进村后跟人的相处主要呢是为这方面去祷告。刘淑贤是香港人，跟汤胜丰结婚之后移居台湾。2005年，这对年轻夫妇带着2个女儿来到非洲居住。目前，刘淑贤还怀着第3个孩子。这次离乡别井是一项很大的挑战。要来到非洲这边，我想最大的困难还是自己的心就是会很害怕离开台湾。我想，毕竟台湾跟香港都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物质不缺乏。要来到非洲，父亲会不会不同意或者要怎么跟家人会不会反对？在香港，作为专业人士的刘淑贤也很难叫家人认同他来非洲的决定。我妈妈会觉得好可惜因为呢，我考上会计师的这个过程其实考得好辛苦我想呢，我妈妈就不大支持，但是呢，在祷告里面觉得神是真的要我去走这个方向的。在2000年，汤胜丰跟太太曾经短期到访过邻近的国家肯尼亚，对非洲有初步了解。期间，他们逐步得到双方家庭的了解和支持。然后在2005年8月，他们带着2个女儿来到乌干达的 Entebbe， 正式投入母语多媒体的工作。来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呢就跟我们说Entebbe 的这个很好的地方环境很好有水有电不用担心可是呢，当我们到了第1天晚上就停电了所以就是还好同工就预备一些蜡烛给我们。水电的供应一直是汤胜丰一家的担忧，很多时候是意料不到的你不会有预先的通知而且呢停多久也不知道。有一次的经验就是我们连续3天没水没电，这个水塔的水也快用光了。作为现代都市人，汤胜丰一家最大要适应的就是学习要随遇而安。台北我想跟香港都是属于都市型的生活，通常人的有很多的计划你每天每个月每年有很多的计划。在非洲在乌干达很多时候很多是没办法按照你的计划去做的，停水停电或者你计划好的事情在实际的环境里是没法实行的。所以呢，可以去计划，但不可以实际执行或是按照你的意思其实在非洲生活其实压力呢不像在香港或台湾那么大，因为本地人通常他们比较没有时间观念有时候跟你说3点，可能有时候是3点半。
在这边我想就是学习跟着非洲这边的步调去走。物资缺乏啊，是来到这里才发觉的。很多东西啊，你有钱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或者呢，你今天看得到这个东西，你考虑一下买不买，结果呢，永远也见不到了。或者像瓦斯好了，这边大部分都在加油站买瓦斯，或者是商店，可能你不一定买得到，因为全部都被买光了，所以你就要等了，你就要用木炭来烧来煮饭。由于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来自台湾、香港的个别基督徒和教会的奉献，汤胜丰一家生活较为节俭。以我们的经济的条件环境，在这边就生活上面还算刚刚好，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种一些菜，就可以省下就一些支出啊，所以就是自己种菜，吃自己种的菜这样子。孤身在异乡，人身安全也是一个顾虑。他们觉得我们外国来的人嘛，一定是有钱的，比本地人有钱了，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成为这个本地人想要这个偷东西的对象了。例如呢，我们试过狗被毒死了别人说呢，通常有人要来这个偷东西，进来之前就会扔一块有毒的肉骨头先把狗毒死了，狗死了他们就可以爬进来了嘛。其实都有这样的担心哦。还有呢，我们也试过车子分明是停在一个地方，我们只在附近周围是条大马路，他们都照样是撬开门他也试过录像机都不见了。另一样要适应的就是与非洲人相处。我想我们中国人黄皮肤的人来到这里真的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一到外面让黑人看到就会觉得我们好奇怪，然后就会围上来因为他看到你的皮肤就知道你是外国人，所以他就想从你的身上呢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想从你身上多赚一点钱。虽然生活上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汤胜丰在圣经母语多媒体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快乐。那像这个他们的哎呀呀呀这种声音呢是很特别的，就是每一个地方是不同的。那像这个族群他们的这个声音呢是会颤抖的，哎呀呀呀呀。那有一些呢是比较平的。那通常我如果进村录完音之后呢，回来编辑 editing 做完之后呢，在他们当地的部落里面，他们比较目前比较普遍还是用录音带来听CD 什么 DVD 那个是很少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录制成录音带到当地去发行这个就是母带录成母带就是保存。When Joseph came here, we were delighted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body to do recording of print text into digital. You can tell he loves to get the Bible to the people in a meaningful way. 第一次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是他进村之后的分享说有一个本地人说他妈妈终于拿到一盒录音带去认识耶稣，可以知道圣经说什么。我想这真是一个好令人感动很鼓舞的一项工作了。刘淑贤就是看重福音的宝贵，坚持跟丈夫一同面对非洲生活的种种困难。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困难，但是都愿意来到这里我觉得是一个见证，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这么真实伟大的神。我们整个家身体力行的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将这位真神呢告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我相信对于这里的人会有一定的感动，一定的影响力的。跟太太一样，汤胜丰也亲身体会到圣经对他自己有多大的益处，所以他决定终身要帮助其他没有机会明白圣经的人。我自己从一个不信耶稣到信耶稣，也觉得当我信了耶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我觉得上帝的话给我很多的鼓励，也跟我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我自己经历很多，自然的我也很想跟人家分享。在台湾长大的汤胜丰，少年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性格孤僻。国中1年级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离婚，就让我的个性变得比较孤僻一点，就比较不会去跟人讲话。我记得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呢，我的上司看到我就说：“汤胜丰，为什么每次看到你都觉得你要愁眉苦脸的这样子？”出来社会工作，汤胜丰仍然不开朗，直到他信了耶稣。信了主之后，思想比较正面一点，可以在祷告、在读经当中
就觉得真的可以跟上帝有一些的对话。很多事情就算是不如意，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平安。那时候我在电子公司上班，我信耶稣没多久，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说：“哎，汤胜峰，为什么每次看到你都是满脸笑容，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由于家里一直有传统信仰，所以他信耶稣，家人都很反对。爸爸知道我信了耶稣，他就很不高兴，这样子就也不跟我讲话。有3年的时间，就是大家的关系就不是很好。但是汤胜峰并没有放弃基督教信仰，后来更成为传道人。有一次，他参加的基督教机构打电话来家里，那团契辅导打电话给我的父亲的时候，一开始是我的爸爸骂那个辅导说：“我把我的儿子养那么大，就是要他赚钱来养我。那现在他去做这个什么工作？”机构的辅导员就向汤胜峰的爸爸解释工作的意义跟重要性。很奇妙的，他爸爸居然平心静气地听下去。上帝很奇妙的，是一夜之间突然改变我的父亲所以他就接纳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感谢主，我们的关系现在都还维持得还不错，这样特别结了婚有了小孩，大家的关系就更好。汤胜峰在台湾的基督教机构跟教会工作9年，他跟太太一直有个心愿，要去一个文化语言不同的地方继续传扬福音。从前汤胜峰对媒体制作的经验并不多，但是有一次他在澳洲参与了跟圣经翻译有关的会议，开始对母语媒体制作产生了一种使命感。经过跟太太长期的祷告考虑之后，他们决定接受挑战。一开始其实我自己还是很害怕的，因为觉得自己的英文不是很好，要去美国受训要先考一个叫 IELTS。我记得我去考试前一个晚上还吐了，就吐出来这样子，就很久没有那么吐得那么厉害，就是自己压力很大这样子。等到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是5.5分，刚好就达到这个可以去美国受训的门槛。那其实我就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引导。之后，汤胜峰就成为机构在乌干达的第一个从事母语多媒体制作的童工。他用有限的器材去做这件有无限影响力的工作，而当中最令汤胜峰夫妇担忧的是大女儿的健康。虽然碰到很多大小的困难，我想觉得沮丧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大女儿得疟疾，得了5次这样子。我大女儿Naomi刚刚6岁她到这里来的时候才4岁半多一点其实呢在台湾的时候她已经是很敏感的一个体质算是容易病的。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之后就开始第一次突然睡到深夜发高烧，还在床上打冷战这些迹象就好像是疟疾的症状。我当时就很怕就说了哎呀，这么快只来了1个多月哦。我们住的这个 Entebbe 市没有24小时的诊所当时呢我们又没有车子，就找我们的一个同事驾车去首都，晚上呢去看医生去检查。那次检查了就说没有疟疾，但是几个月之后呢他终于是染上了。以后呢有了第一次就越来越频繁，就算吃了药也没有用，真的是很无助。每一次他有疟疾的时候呢，心里就很想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很不忍心把他带来一个地方，然后受这种苦这样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比较担忧或者比较会沮丧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神不存在，也听不见，好像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让我自生自灭了。沮丧的时候就是彼此安慰，然后也为小孩子祷告，为我们的情况祷告。其实当时不会马上有答案不会很神奇的神就立刻临到我们身上跟我们说你们错了而是呢继续去忍耐去等待，将我们心里的忧虑怀疑去问神，回想自己过去的寻求，是不是要走全时间传福音的这条路神又再次的肯定是他要我们这样走的。我觉得他会保证就是说他会负责负责到底的。
在祷告完之后，然后看见孩子他身体慢慢复原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就慢慢的平静下来，这样子。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上大小冲击，因为汤胜峰夫妇无论身在何方，都拥有一份超然的安全感。安全感这种东西，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想控制一些东西不管我的金钱也好，我的时间，我的工作，或者我可以掌握住东西。但是我想对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虽然我还是会有担忧，会惶恐，但是我信了耶稣，我知道我不管在哪里，上帝与我同在。当我愿意踏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去突破了。汤胜峰跟刘淑贤因着耶稣的爱，竟然对原来陌生的非洲产生一份深厚的感情，付出他们宝贵的年轻岁月。但是在非洲还没有听闻过圣经，未认识福音的人有千千万万，所以汤胜峰夫妇在完成任期之后，计划会回到东南亚地区，将这种跨文化的经历用来鼓励更多中国人在将来走相同甚至更远的路。来到这边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可以让自己的视野看得更广。当我再回去回去台湾或香港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用我在这边所学习到的，可以有一些的贡献。对基督徒而言，最重要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清楚神在我身上的引导，然后愿意去信靠他的带领。我们一家在过去这2年半呢，在非洲这里的生活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大人或小朋友呢，都成为我们一生之中一个很好的学习。我觉得我跟 Joseph 有一个观念神这几年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但再过几年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了。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汤胜峰夫妇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一家最实在、最美好的依靠。我找到了这个上帝，是可以让我可以去沟通，让我可以去感受得到的那种真实的一个爱。你不需要去害怕将来你会怎么样，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位爱你的上帝，有一位掌管的上帝在那里。耶稣基督是蛮有能力又慈爱的真神，而且应许与信他的人同在。走过人生每处高低，世界每个角落，汤胜峰跟刘淑贤找到了这份一生的确据。那么你呢？请你联络恩语生命热线的电话或者网址，进一步了解这份盼望和福气。愿神赐福你。只